今天我们生活在高楼迭起的大都市里，不少人却住在狭窄压抑的空间中。人们戏称那是鸽子笼，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高昂的房租，窗户外只能看见密密麻麻的邻居楼。这样的日子久了，谁不曾幻想过逃离？近年来，年轻一代开始流行一种生活态度——躺平。与其拼死拼活追逐房贷和晋升，不如放下一切，在一个花费不起眼的小地方过简单日子。当北上广深的生活压力大到透不过气时，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向那些房价白菜价的小城镇，幻想着地里套利，卖掉大城市的斗室，在小地方换取带院子的房子和慢悠悠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10个最适合躺平的隐居城市。在这些地方，房子便宜如白菜，每天吃喝开销甚至可能一餐不到10块钱。到底是哪些城市能让我们安心做一条快乐的咸鱼呢？第10名，黑龙江鹤岗。提起躺平圣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鹤岗。这座位于东北边陲的小城，近年因超便宜房价而爆红网络。有人戏称5万块钱在北上广可能只够买一间厕所，在鹤岗却能买一套房，这可不是夸张。前几年一篇流浪到鹤岗，我5万块买了套房的文章火了。作者真的用积蓄在鹤岗买了栋70多平米的房子，把大城市的一间郁闷小卧室换成了属于自己的宽敞天地。鹤岗的房价为什么这么低？原因在于这里原本是资源型城市，曾经因煤炭繁荣一时，后来矿产枯竭，人口大量外流，城市里空置的楼房越来越多，房子卖不出去，价格自然一降再降。对本地人而言，房子不再是抢手的资产，但对外地年轻人来说，鹤岗却像是一座躺平天堂，只要几万元就能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再也不用被房租房贷追着跑。在鹤岗过日子究竟有多便宜呢？冬天供暖是国家投资的集中供热，平摊下来每月几十块钱，暖气呜呜响，家里就暖烘烘的，水电费也比大城市低不少，网费更是便宜到可以敞开用。出门吃饭，在鹤岗的市场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汤可能只要6、7块钱，一份家常菜便当不到10元。当然，选择鹤岗躺平也意味着要接受它的缺点。这里冬天漫长严寒，滴水成冰，室外零下20-30度是常有的事。城市经济活力不足，年轻人大多离开，留在本地的多是老年人和儿童，所以想找份舒适的工作很难。但如果你本身就打算退休养生，或者有网络收入可以维持生活，那这些缺点也许就不是问题。清晨起来推开窗户，极目远眺，是一片宁静的矮楼和辽阔的天空。走在宽阔却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偶尔飘来烧煤取暖的烟味和冰雪的清新气息。鹤岗的生活虽称不上繁华便利，但胜在便宜与安逸2字。对那些厌倦了大都市钢筋水泥丛林的人来说，在这里拥有一处小屋，每天读书遛弯，花销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压力小得仿佛空气都轻了。鹤岗教会我们，原来抛开物质欲望，一个人真的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活得下去，而且活得踏实。第9名，辽宁阜新。如果说鹤岗代表了东北煤城的没落，那么阜新就是另一个典型案例。阜新听名字就带着一股复兴的希望，但现实却有些讽刺。这座城市曾经被称为煤电之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大批矿井，为全国提供能源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和很多资源型城市一样，阜新的矿产在21世纪初开始枯竭，经济支柱崩塌，年轻劳力纷纷出走，留下老龄化的社区和供大于求的房子。近10年来，阜新的人口逐年减少，房地产市场自然一蹶不振，二手房均价跌到了每平米1000多元的水准，有些偏远老旧小区甚至几百块一平都乏人问津。对那些存款不多又渴望安定住所的人来说，阜新的房子就像大风吹后剩下的椅子，随便坐随便挑。住在阜新是什么体验？首先，空间换回来了。原本在北上广只能租个上下铺床位的预算，
在这里足以租下一整套2居室公寓，每天推窗还能看见辽阔的天空和远处的山影。复兴地处辽西丘陵地带，周边有一些草原和农田，空气质量比工业区要好不少。春秋时节，天高云淡，空气里有甘草和向日葵的香气。没错，复兴附近盛产向日葵和瓜子，一到秋天，郊外黄澄澄一片，好不浪漫。城里生活成本同样低廉，早餐来一碗热豆浆配糖饼，不超过5块钱。中午路边小馆点份炖豆腐或猪肉烩粉条，分量十足，也就10来块钱。在复兴，人们习惯了悠闲的过日子，街道上骑自行车的大叔不急不忙，公园里老太太3、5成群的晒太阳拉家常。你或许会好奇，经济萧条的地方，人们是不是都愁眉苦脸？走在复兴的老街，你反而会感受到一种淳朴的烟火气息。修车铺的师傅坐在门口嗑着瓜子，卖蔬菜的阿姨乐呵呵地跟熟客闲聊。大家虽不富裕，但日子还得过，没有人把日子逼成戏剧，反而多了一份坦然。复兴的物质条件算不上好，但正因为没有繁华的诱惑，人们更懂得满足于手边的一蔬一饭。对躺平族而言，这种生活状态恰恰是一片难得的净土，无需熬夜加班，也没有铺天盖地的竞争，只要把开支降到最低，每天也能简简单单过得安稳。值得一提的是，复兴近年还试图转型，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产业。你在郊外可以看到成排的白色风车矗立山头，在蓝天下慢慢转动。或许将来有一天，复兴会用上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重新焕发活力。但在此刻，它依旧是一座安静而低调的小城，适合那些想要远离喧嚣的人默默隐居。夜幕降临时，走过曾经繁华的工人俱乐部遗址，只剩夏虫鸣叫声相伴。星空下，整座城市泛着微微的灯火，格外宁静。如果你厌倦了城市霓虹灯的刺眼，不妨来复兴，看一看满天繁星下普通人安然入睡的样子。躺平在这里，不是懒惰，而是选择另一种朴素的人生。第8名，山东鲁山。试想一下，清晨推开窗户，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金色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而你为这套海景房付出的价钱，甚至不到1线城市厕所大小房间的1/10。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在山东鲁山真实上演。鲁山市地处山东半岛东端，三面环海，有一处著名的银滩海岸线，沙滩绵延数十公里。10多年前，当地政府和开发商雄心勃勃地想把鲁山打造成一个旅游度假天堂，大片的海景公寓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投资客、养老族都来这里买房，房价一度被炒得不低。然而热潮退去，大量房子空置，整座银滩新城变得门可罗雀，没人接盘的海景房只好不断降价甩卖。最疯狂的时候，网上传出每平米仅售1000余元的惊人报价，一套靠海的新房可能不到10万元就能成交。鲁山因此被称为海景房里的白菜价。那么在鲁山这座传说中的幽静海边小城躺平会是什么滋味？走在鲁山银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空荡的街道和成排的闲置高楼。曾经假想中的繁华度假村，如今有种荒凉的美感。宽阔整洁的马路两旁，欧式风格的小洋楼静悄悄矗立，许多单元窗户长期紧闭，偶尔几户透出灯光，证明仍有人气存在。对躺平族来说，这种只有3两邻居的环境或许正合心意，既不用担心邻里吵闹，也没有人打扰亲近。在这里生活，最大的享受莫过于每天和大海作伴。早晨可以拎着小桶去海边捡贝壳、挖蛤蜊，中午到渔民码头买最新鲜的海鱼大虾，价格便宜到难以置信，一斤肥美的对虾也许只要20-30元，足够几个人吃上一顿海鲜餐。而在北上广，随便一只大虾在高档餐厅都能卖出一只这里1斤的价钱。买回海鲜，在自己的小厨房里煮上一锅海鲜面，加点葱花香菜提味，一大碗算下来成本不到10块钱，却鲜美无比。吃过午饭，
踩着凉拖在安静的银滩小区散步消食，耳边只有海风轻拂松林和远处海浪拍岸的声音。极目望去，整片海滩也许只有零星几个垂钓的老人和玩沙的小孩，没有商业喧嚣，仿佛专属你的私人海岸。当然，鲁山的闲适背后也有现实挑战。首先，冬季的鲁山并不温暖，它位于渤海之滨，冬天海风夹杂着寒意，虽没有东北那么极端低温，但室外经常在0度左右徘徊。很多海景房开发时标榜度假性质，保温隔热并不如北方正儿八经的住宅，再加上入住率低，供暖配套跟不上，有些小区冬天甚至无法提供集中供暖，所以真正在此常住的人，每到冬季会用空调或电暖器自行取暖，成本稍增，但相比北上广的暖气费、房租、水电，仍属9牛1毛。另外，小城的医疗和购物资源有限，重大病症需要开车1小时到威海市区。但如果你年轻健康，或者已经习惯网购一切，这些不便影响也不算大。很多来鲁山隐居的人形成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左邻右舍大多是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候鸟人，平时互相串门聊聊养生经，分享特产，倒也其乐乐融。傍晚时分，约上新结识的朋友一起去海边看夕阳，落日把天边染成橘红色，海浪温柔地推卷着金光。那一刻，你可能真心觉得繁华喧闹有什么好，眼前这片恬静又壮美的海岸线就足够治愈生活的伤痕了。在鲁山银滩躺平，也许赚不了大钱，成不了大事，但能拥有一种与世无争的富足感，这难道不是另一种人生圆满吗？第7名，广西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传唱已久的佳句道尽了桂林的灵秀风光。许多人以为桂林是旅游胜地，物价一定不便宜，但其实除了热门景区外，桂林作为一座3线小城，日常生活成本相当亲民，节奏也比大城市慢上许多，非常适合想要躺平的人居住。试想你把家安在漓江边的一处小屋，每天推门就是如诗如画的山水，清碧的江水静静流淌，江畔奇峰耸立如屏，美景如画卷展开在眼前。这样的生活场景在桂林并非遥不可及。桂林的房价相比1线城市简直温柔太多，市区普通地段的房子每平米大概5-6千元人民币，一套70-80平米的小山居总价不到50万。如果选在市郊临江临山的小区，价格更低。很多在北上深打拼多年买不起房的人，来桂林发现随便挑套现代化小区的电梯公寓都只相当于大城市首付的零头。难怪这2年不少沿海发达地区的候鸟族干脆离职，把积蓄拿来桂林买房养老，一下子降低生活成本，还提升了生活品质。那么桂林的日子究竟多舒坦？首先，吃这一方面就能让你体会到物价的友好。桂林最有名的大众美食非桂林米粉莫属，当地人一天不吃米粉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早晨走进街角米粉店，要一碗加了酸豆角、花生、干酪辣椒的牛肉汤米粉，香气扑鼻而来。一碗分量十足的米粉可能只卖6块钱，配上一根酥黄的油条，这顿早餐也就8块钱左右，经济又满足。在北京、上海，也许连一杯豆浆都不止这个价呢。除了米粉，桂林菜市场的菜价、水果价也很可爱。由于地处南方，气候温暖多雨，一年四季本地都有各种时令蔬菜和水果上市。清甜的柚子2块钱1斤，新鲜的青菜几毛钱一把。对比1线城市超市里动辄几块1斤的蔬菜，桂林真是让人买菜不用看钱包。住在桂林最惬意的是每天都像在画中。很多人选择在漓江西岸郊区租农家小楼改造的民宿，推窗便是田园和山峰相伴，甚至不需要空调，夏天山风吹进来就很凉爽。上午到附近茶馆喝杯桂花红茶，欣赏一下雾气缭绕的山色，下午骑着电动车出去转转，10几分钟就能到达一处天然河滩，可以赤脚下水踩踩潺潺流水。傍晚时分，若运气好赶上一场夕阳，你会看到群山之间霞光万道，映得漓江水也染上一层淡红，美不胜收。这样的恬淡日子在桂林并不只是游客的特权，
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日常。有人说桂林人懒散，上午10点还在尝第2轮早茶，不愿意快节奏工作。其实这正是桂林生活的迷人之处，没有人逼着你争分夺秒，日子可以慢慢过，味道细细品。大城市的人初来乍到，可能还不习惯这种节奏，但过一阵子也就不愿再回到拥挤地铁里去煎熬了。桂林的气候对养老躺平也相当友好，冬无严寒，最冷时几天0度左右，但日间回暖很快。夏有酷暑，但雷雨调节，偶尔高温也有山风吹散。比起动辄寒潮酷暑的大都市，桂林总体舒适度不错。唯一需要适应的是南方湿气较重，回南天里衣物容易受潮。不过小问题，用除湿机就解决了。当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大概也不过如此吧。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而今的桂林，山清水秀，城小人闲。如果你向往田园诗意生活，又不想离开文明太远，桂林会是个梦想照进现实的地方。在这里躺平，不是庸碌，而是与天地山水同休息，把心放空，看云卷云舒，才发现原来繁忙闹市之外，人生另有一种圆满。第6名，云南个旧。对许多人来说，个旧这个名字或许有些陌生，但在躺平族的圈子里，它可是近年来的新晋传奇。有人说不上大理，转战个旧，因为这里才是真正性价比无敌的隐居天堂。个旧是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距省会昆明大约300公里。它曾是中国著名的习都，盛产锡矿，在计划经济年代风光一时。然而时过境迁，矿产资源开采殆尽，个旧渐渐沉寂，年轻人多半外出谋生，留下来的人口不多，这就导致整座城市空间宽裕，房屋充足，但购买力不足，房价因此长期处于极低水平。据说在个旧市中心，月租500元就能租到带湖景的大两居室。如果想买房，首付2-3万，总价15万左右，即可拿下一套市区精装电梯房。这样的价格，放眼全国几乎绝无仅有，难怪吸引了无数网友慕名关注。个旧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理特征，城区3面环山，一面临水，市中心有一座大矿山塌陷形成的天然湖泊，名为个旧湖，也叫灵泉湖。许多住宅就沿湖而建，可以想见风景有多优美。清晨，山间雾气飘下湖面，朦胧中如诗如画。傍晚，湖畔灯火人家映在水中，别有一番宁静温馨。个旧的气候更是令北方人艳羡，属于亚热带高原气候，冬季极少低于10度，不需要暖气，夏季最高温也多在20多度，基本用不着空调。四季如春不是传说，在这里是真实的日常。难怪有人说个旧有昆明、大理的气候，却没有那里的高房价和游人如织，实在太适合隐居生活了。走在个旧街头，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尽管不大，生活配套还算齐全。作为一个县级市，它有自己的百货、商场、医院、公园，只是都没有大城市那么新潮奢华，但实用就好。最出名的是当地的美食和咖啡文化。红河州靠近东南亚，盛产咖啡和热带水果。在个旧5块钱一杯的云南小粒咖啡，芳香浓郁，冰凉甜润的菠萝蜜，芒果只要几块钱就能买一大袋。还有云南经典的小吃过桥米线，在这里是日常早餐，一碗米线配上一盘各色配菜和滚烫的鸡汤，加上薄薄的猪肉片、葱花和椒盐，香气四溢。这样丰富的一餐，售价可能不到10元，实惠又暖胃。在北上广，10块钱恐怕只能买半杯奶茶，而在个旧10块钱就能吃得满满当当，热气腾腾，还顺带感受了一把当地慢悠悠的生活节奏。的确，个旧人的节奏相当从容。上午10点多，菜市场才开始热闹，摊贩边卖菜边和熟客闲聊，没有谁急着赶时间。很多老街坊干脆搬把竹椅坐在巷口晒太阳，一坐就是一整个上午。对外地来此隐居的人来说，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怎么办事效率那么低，后来却渐渐适应并爱上了这种不紧不慢。反正既然选择了躺平，
就没必要再像以前那样斤斤计较分秒。各就给了你时间，时间就这样温柔地流走，也带走了曾经在大城市那股日子不够用的焦虑感。需要说明的是，各就的经济确实不景气，本地工资水平较低。如果你没有一笔积蓄或稳定的远程收入来源，在这里长期生活维持温饱可以，但想积累财富几乎不可能。所以不少年轻人是半工半饮，存够一笔钱就在各就躺几个月，钱花差不多了又出去打工挣钱，如此反复。但也有人干脆在这里探索自给自足的生活，比如学种菜、研习茶艺等等，把日子过成自我成长的旅程。毕竟环境如此舒适，想静下心来做点自己的事，在大城市嘈杂环境中难以实现的梦想，这里或许能一一照进现实。在各就，天气永远温柔，物价永远可爱，人们永远友善。对于那些厌倦了城市丛林规则的人而言，各就像一个疗养院，让疲惫的心灵休养生息，重新找回生活最本真的快乐。第5名，广西防城港。如果你向往海岛度假的悠闲，又嫌海南动辄上万的房价难以高攀，那不妨把目光投向广西的防城港。这座位于中国大陆南端边境的小城，有湛蓝清澈的海湾，细软洁净的沙滩，被誉为北部湾畔的养生秘境。更令人心动的是，防城港的房价和物价都相当低廉，几乎让人不敢相信这里也拥有迷人的海景。有人曾把防城港称作小鹤港，因为在这里租房买房的性价比实在太高。当地新建的小区3房2厅，每月租金1000元上下就能租到。如果运气好，甚至有海景阳台。二手房价也不高，每平米也就在3-4千元左右。一些老旧小区70-8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10几万即可成交。对比一下，同样是沿海，有的地方一个厕所就值这个价，可在防城港却能拥有整套房子。难怪近年来不少广东、北京等地的人跑去那里置业，寻找躺平的桃花源。在防城港生活可以说非常悠哉又充满南国风情。早晨起来，穿着凉鞋到附近的港口鱼市走走，渔船刚刚靠岸，新鲜捞上的石斑鱼、对虾、花蟹摆满摊位。问一问价格，你可能吓一跳，海蟹10几元一斤，大虾20多元一斤，新鲜的石斑也就10元左右一斤。在一线城市，这些可都是高档海鲜，而在这里变成日常平民美味。买上几斤海货带回家，中午做一锅海鲜粥，加点当地特产的越南香米和防城港盛产的沙蟹汁调味，一家人美美的吃上一餐，花费可能还不到30块钱。如果不想自己开火，路边也有许多越南风味小吃，含广西当地美食。5块钱一碗的猪脚粉，3块钱一串的越南法棍，三明治分量十足，价格实惠。是的，由于地理毗邻越南，防城港的市井饮食中带有浓浓的异域风。这里的市场上随处可见越南水果干、小商品，街头不时飘来越南音乐和广西当地方言交织的声音，别有风情。下午时分，骑上电动车去海边兜风。防城港有条著名的滨海公路，沿途可以欣赏连绵的红树林和洁白的沙滩，偶尔还能看见成群的白鹭悠然飞过。找一处安静的海湾沙滩躺下，一边吹海风一边打盹儿，这大概是典型的躺平姿态了吧。没有游客的喧哗，也听不见施工的噪音，时间在海浪声中仿佛静止。等太阳快下山，再换回市区的小吃夜市填饱肚子。一碗生猛海鲜汤配炒粉，一桌丰盛也花不了20元。夜幕降临，防城港并没有大城市的不夜城景象，街道上行人稀少，偶尔几家烧烤摊和夜宵店传出笑声。这里的人习惯早睡早起，生活简单规律。对都市夜猫子来说，刚开始可能有点无趣，但很快你会发现早睡带来的是精力充沛和内心安宁。防城港除了低房价与美景外，还有一个让躺平族安心的点，空气好，气候佳，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冬天最冷时也不过几度，短暂且少见霜雪，长夏无冬，一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穿着短袖在室外活动。尤其对北方人来说，防城港相当于一个天然大暖房，
再也不用被寒冬折磨。当然，盛夏时节气温较高且湿度大，但海风一吹，也比内陆城市的闷热好受多了。如果热得难受，就直接跳进海里游泳降温，这是专属海边城市的特权。说到不足，可能就是经济不够发达带来的一些局限。防城港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一般，小病小痛当然没问题，但真有大病，可能得去南宁甚至广州治疗。还有工作机会不多，外来年轻人如果不是自己带着存款来躺平，想在本地找份高薪工作比较困难。不过既然是奔着隐居而来，这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你手头有点积蓄，或者网上工作赚钱，防城港的低消费足以让你悠哉度日。在防城港有一句宣传口号叫深港轻防，泛指广西北部湾四市。以前流传北有北海，南有防港。北海市多年来一直是候鸟老人趋之若鹜的养老天堂，而防城港则因开发稍晚，名气稍弱，更显亲近，也更平价亲民。随着沿海高铁和高速的建成，从广州、南宁等地来防城港也越来越方便。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会迎来更多寻找诗意生活的人们。但在现在，防城港依然保有难得的宁谧与淳朴。如果你向往晨听海浪、暮看夕阳，又没有太多积蓄，不妨来这座小城逛一逛，也许会找到想要的答案。原来幸福可以这么简单，一碗粉，一片海，一间廉价小屋就够了。第4名，广东中山。可能有人疑惑，前面那些城市多是在边远地区或欠发达省份，中山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经济不算落后，房价能有多白菜？但事实是，相比周边疯狂的深圳、广州楼市，中山的房子真的称得上亲民实惠，也因此成为许多大城市人向往的躺平宜居地。中山市得名于孙中山先生，是他的故乡。这里曾是粤港澳地区有名的小虎，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不过城市定位一直偏向生活居住，而非金融、科技等高强度产业。中山的城市节奏由此显得比较缓和，人们生活悠闲，就连广州人都常说中山好住。房价方面，中山新房均价大约每平米9,000到1万多元，二手房不少也在每平米7,000左右，和一线动辄5、6万比起来，实在温柔太多。近年来，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的建设，让中山与香港、深圳的距离拉近，不少炒房客涌入中山，房价有小涨，但仍处合理范围。对很多手握几十万存款的北上广年轻人而言，在老家买不起房的挫败感，到了中山瞬间消解。原来我也可以成为有房一族，还是在环境这么好的城市。中山的环境有多舒服，它多次被评为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全是遍布精心维护的公园和绿道，街道干净整洁，车辆也没有北方城市那种狂按喇叭的躁动。最为外地人津津乐道的是中山人的生活情调，早茶文化在这里盛行。每天清晨，茶楼里坐满了悠闲品茶吃点心的市民，几个好友围一桌，来一壶浓茶，点上丰富的早点，虾饺、凤爪、叉烧包、蛋挞，一顿丰盛早茶下来，人均可能也就20元左右。如果只吃清淡几样，一杯豆浆配肠粉，5块钱就解决。相比之下，在香港、广州吃同样的早茶可能要贵3、4倍。物价方面，中山虽地处珠三角，但除了房价低，其余生活用品价格也和内地2线城市差不多，并没有想象中贵。这意味着在这里既能享受发达地区的便利，又不用承担1线的高成本。比如穿衣，中山秋冬温暖少雨，基本不需要买厚重羽绒服。交通，中山城市紧凑不大，一辆电动车足以畅行，加油或充电费用微乎其微。休闲，中山毗邻山海，多条高速通往珠海、江门，周末自驾1小时即可到海滩、温泉度假，而当地旅游消费相对低廉，这些都为躺平一族提供了优渥的条件。在中山生活，你不会感到与世隔绝，城市里大型商场、影院、医院一应俱全，品质不输大城市，但人却少很多。周末逛街不会挤成沙丁鱼，想念繁华了，
坐轻轨半小时可达广州。将来深中通道通车后，开车40分钟到深圳都不是梦。可以说，中山是个松弛而便利的折中选择，既拥有小城镇的安逸，又背靠大都市的资源。难怪越来越多人愿意躺平不躺穷，选择搬到中山定居，把大城市工作赚的钱用在这里，活得像个降维打击后的赢家。你在广州辛苦挣1万块，房租就烧掉大半，但在中山几千元月薪也能过上自在小康。比如租房1500元可能就能租到电梯高层2居室带小区泳池的公寓。买菜做饭，一家3口1日3餐30元绝对够充分。孩子教育也不捉襟见肘，公立学校不少且竞争不激烈，不用花天价读私立补习。在这种生活场景下，人难免心态平和下来。每天傍晚，社区公园里漫步的大爷大妈，江边垂钓的市民，河畔骑行的年轻白领，大家脸上是轻松的笑容，而不是大都市那些行色匆匆的愁容。当然，中山的缺点可能就是对职业发展野心大的人吸引力不足，毕竟这里不是高薪圣地。但对于决定躺平的人而言，这反倒是优点竞争少了，人情味更浓了。在中山，你完全可以做一条安静的咸鱼，偶尔和朋友饮茶聊天，余下时间陪伴家人和自己。繁华过后归于平淡，这里或许能给你一个圆梦的机会，一座房子，一份不紧不慢的工作，3餐温饱之外，时间全部归自己支配。这正是许多大城市人魂牵梦萦却难以企及的生活，不是吗？第3名，四川攀枝花，一座没有冬天的城市。这是许多外地人对攀枝花的第一印象。攀枝花位于四川省最南端，地处川滇交界的深山峡谷中，是中国少数几个冬季可穿短袖的城市之一。对怕冷的人来说，攀枝花简直是宝地，一月平均气温可达20度以上，阳光明媚如春。不仅如此，攀枝花的房价在四川也属于最低一档，日常消费水平更远低于省会成都。这样暖和又便宜的小城，近年来吸引了不少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老人前去养老避寒，也引起年轻躺平族的兴趣。大家发现，没想到四川深山里藏着这么一个阳光之城，完全可以成为内陆版的三亚，而且评价太多。攀枝花原名渡口市，是3线建设时期新中国为发展战略资源而建的一座工业城市。当年为了开发川滇边境的矿产和水能，国家组织上万知识青年和工人之编来到这里，一手荒山野岭辟出了现代化城市。攀枝花的矿产和钢铁产业曾经辉煌，如今尽管不如当年兴旺，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因当年的高标准建设而相对完善，宽敞的马路、齐全的生活区、完善的医院、学校都保留了下来。只不过现在城市人口才几十万，远没有当年设想的那么多，因此在攀枝花生活会感到空间特别宽裕，公共资源显得充沛，比如公交车永远有座位，医院不怎么需要排队，图书馆和体育馆甚至还在张贴公告，欢迎市民多来利用。对躺平一族而言，这种宽松不拥挤的氛围实在难能可贵。谈到攀枝花的舒适，绕不开它得天独厚的气候。由于海拔较低，市区海拔仅1000米左右，且位于金沙江河谷地带，攀枝花四季阳光充足，被称为阳光花城。冬天白天气温常在20度上下，人们身着薄外套或长袖 T 恤就可出门。早上在街边吃碗热腾腾的牛肉面，迎着旭日，绝对想象不到此刻东北正零下30度，冰天雪地。攀枝花得益于阳光，水果特别甜美丰富。芒果是攀枝花市的城市名片，每年产量居全国前列。当地超市里芒果便宜到暗筐卖，5块钱能买一大袋熟透的芒果，满屋飘香。还有石榴、枇杷、柚子等，也都是物美价廉。每天躺平在家，可以一边刷手机一边剥橘子吃，别提多惬意。至于1日3餐，四川的川菜在这里是家常便饭，而且因为产地近，用料新鲜又平价，随便进一家苍蝇馆子，要一道回锅肉配2碗米饭，可能只需15元，味道还相当地道。
保证你饱得摸着肚皮出门。在广州、上海，15块可能只够吃份盖浇饭，而在攀枝花，这钱让你体验一次味蕾的狂欢和胃的满足。攀枝花虽无寒冬，但夏季相对炎热，每年5月到9月高温频繁，白天最高温度常超过35度。不过好在攀枝花属于干热，空气湿度不大，早晚温差较大，所以对本地人来说，夏夜依然凉爽舒适。而且天气一热，大家就喜欢户外活动，去金沙江边吹风散步，或到郊区的二滩水库风景区玩水。在热带风光环绕下，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有人调侃攀枝花人慵懒，因为他们很懂得享受日光浴和午休的乐趣。其实这种顺应天时的慢节奏，正是大城市快节奏生活的解药。中午大太阳，店铺就暂时关门休息，人人午睡养神，等太阳没那么毒辣了再开门营业。如此劳逸结合，难怪攀枝花人普遍看起来气色不错，日子过得自在健康。房价方面，攀枝花目前均价约每平米3-4千元，一些矿区遗留下的老式筒子楼甚至更便宜。你可能花20万就能买到一套带简单装修的2居室，小区附带绿化和菜市场，生活机能完善。如果不想买房，租房更划算，500-600块月租，已可租到不错的1居室，水电物业费都相当低廉，让人无后顾之忧。当年许多支边青年在这里成家，如今他们的子女多半去外地发展，留下不少闲置房屋，所以租售市场房源充裕而便宜。可以说，在攀枝花住是最不用愁的事情。甚至市政府还推出政策，鼓励外地老人来攀枝花养老，每年每人补贴1500元，就是为了吸引人气，对冲年轻人外流。能想象吗？一个城市为了让你来躺平，还专门给钱邀请，这真是从鸽子笼走出的人难以想象的友善呀。综上，攀枝花无疑是躺平族的一方宝地，它以充沛的阳光、温暖的气候疗愈身心，以低廉的物价、宽松的环境减轻压力。有人说攀枝花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相对那些名声在外的旅游城市，这里少了喧嚣，多了真实和烟火气。但也正因此，躺平在此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当北国寒风肆虐，南方都市车水马龙时，在攀枝花的小阳台上，你泡一壶花茶，面朝青山绿水，周围鸟鸣阵阵，或许会有一瞬间，你怀疑自己是否穿越到了哪个桃花源，但低头看看手里的茶碗，茶香氤氲，你知道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而且仿佛比梦还美好。第二名，内蒙古鄂尔多斯。说起鄂尔多斯，你会想到什么？曾几何时，它是黄金遍地、富得流油的煤老板天堂，一夜之间，它又变成房价腰斩、人去楼空的鬼城，让全国哗然。但今天我们不谈它的传奇商业故事，而要看看这座传说中的鬼城为何摇身一变成了躺平圣地的榜上有名。原来，对于追求宁静生活的人而言，鬼城的另一面就是安静宽敞的宜居之城。10多年前，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刚建成时，宽阔的街道、华丽的建筑却空无一人，让媒体惊呼浪费。但如今，站在躺平族的视角来看，康巴什那种一个人拥有一座城的感觉，岂不正是梦寐以求？先说房子，当年鄂尔多斯楼市泡沫破裂，康巴什新区房价从高峰期每平米1-2万元跌到冰点时只有3000左右。虽然后来近年来稍有回升，但至今均价也就在每平米7-8千上下。要知道，康巴什的新城建设规格很高，房子多是现代化高层电梯洋房，宽敞明亮。你花北京郊区买个小开间的钱，在这里能买到大3居，甚至带全套家具电器，拎包入住的那种。对很多躺平族来说，房子够大够便宜，压力直接减半以上，生活的底气就来了。住进鄂尔多斯，你会发现整个城市建设得像个巨大的公园，一条条笔直的大道穿城而过，但车并不多，红绿灯也少，你开车5分钟可能见不到几辆车影，路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对于厌倦了大城市堵车的人来说，这里开车出门简直像飞翔一样自由。更妙的是，
康巴什新区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主题公园和雕塑广场，市民可以免费参观壮观的鄂尔多斯博物馆、图书馆。那些设施原本是为几十万人口配备的，如今服务人群远未达上限，用起来宽敞舒适。想象一下周末的早晨，你独自一人在造型独特的图书馆大厅静静看书，周围寂静无声，偶尔传来翻页声，一切都是你的私人空间，这在北上广的仕途可是不敢奢求的待遇啊。当然，鄂尔多斯的环境和南方湿润地区不同，这里地处内蒙古高原，一年四季日照强烈，雨水稀少，冬季寒冷漫长，零下10几度的低温持续几个月。不过由于干燥少风，再加上供暖充足，体感反而比南方湿冷地区要好些。夏季炎热但短暂，白天虽达30多度，但晚上凉风一吹很舒服，而且几乎没有蚊虫的烦恼。喜欢晴天的人会爱上这里，全年大部分日子都是蓝天白云，空气透明度极高，一眼能看到天边的云朵棉花糖似的漂浮。鄂尔多斯还有出乎意料的生态之美，很多人印象中内蒙古西部应该荒漠遍地，但实际上经过多年绿化，康巴什附近已建成大面积的人工湖和湿地公园，草坪林带随处可见。市区里一条乌兰木伦河穿流而过，两岸修筑了美丽的景观长廊，每当华灯初上，还有音乐喷泉表演。你漫步河边，看见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散步，老人们跳起蒙古舞蹈，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完全不像一座鬼城，更像一幅悠闲的小城画卷。对躺平族来说，在鄂尔多斯可以体验到独特的豪迈静谧生活。豪迈是因为物质条件好，空间广袤。比方说，当地超市里的牛羊肉价廉物美，20块钱能买一大盘鲜嫩的羔羊肉片，买回家煮一锅奶茶羊肉，暖身又暖心。还有奶食品、马奶酒等草原特色，都是外地难得一尝的美味，在这里却像日常零食一样随手可得。而静谧则是因为人少亲近，在康巴什闲逛，你可以在广场上放风筝，无需担心线会缠到别人，也可以在湖边吹笛子而不被打扰。夜晚站在高楼阳台远眺，一片璀璨灯海点缀着黑夜，但几乎听不见什么噪音，整个城市沉睡在一种祥和平静之中。这感觉就像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和你的呼吸，有种恍如隔世的超然。不过鄂尔多斯也有让人躺平不下去的隐忧，这里经济虽然富庶，但产业单一。如果你不是进能源企业或公务体系，自己创业或找工作其实不容易。因此大多数选择在此定居的人，要么是有积蓄的养老族，要么是互联网自由职业者，可以远程工作。不然的话，如果光靠当地平均工资大概4-5千元来支撑生活，在这边躺平也许心里不踏实。所以在鄂尔多斯躺平，最好是把它作为一个享受人生的平台，而非奋斗挣钱的战场。这里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也许是那些看遍了大城市五光十色，想寻求内心平静的人，那些向往蓝天白云和自由空气的人，或者纯粹讨厌人挤人热闹场景，想要二人世界四人天地的家庭。总之，鄂尔多斯提供给你的是一种超脱寻常都市的生活维度，在宽广无人的马路上散步，在闲置的体育场跑步，在巨大的房子里安放自己的爱好，一切都是宽敞舒展的，不再压抑蜷缩。躺平在这里，你或许会有种帝王般的错觉，此城即属于我。虽然只是心理感受，但它能极大满足你的精神，需要的不多，仅仅是拥有些闲暇和距离，就能品尝到这种现代人含有的自由味道。第一名，云南丽江。在网络文化中，丽江有着特殊的地位。多年来，它被视为都市人逃离现实，寻找自我的象征地。多少小说、电影描写过年轻人一时想不通，就跑到丽江开客栈的故事。虽然对真正的丽江人而言，这些外来客只是过客，但对无数身心疲惫的都市青年来说，丽江的确像是一剂解药。雪山下的古城，小桥流水，灯红酒绿中透着古朴闲适，极容易让人弃甲丢盔，卸下心防，最终躺在这里不想走。
有人说丽江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当然有点理想化，但不得不承认，丽江确实具备让人流连忘返的魔力。丽江古城区的房屋和街巷保存着传统纳西族风格，青石板铺就的小路纵横交错，路边是青墙灰瓦的2层小楼，每户门前流水潺潺，屋檐下挂满五彩金幡或风干的麦穗。白天阳光洒在石板路上，慢悠悠踱步，其中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回到从前没有喧嚣的年代。夜晚，古城灯笼高挂，传来咿咿呀呀的纳西古乐声和酒吧里传出的轻柔民谣，各种声音交融又彼此保留空间，反而营造出一种迷离的梦幻氛围。住在这样的地方，人的神经不可能绷得太紧，一切都在提醒你放松再放松。或许有人觉得丽江现在游客不少，喧闹和商业味渐浓，难道还适合躺平吗？其实躺平不等于与世隔绝，只要你自己心态稳，一样可以在有游人的地方过闲云野鹤的日子。的确，如果你每天挤在景点里看人山人海，肯定体会不到躺平。但大多数真正在丽江隐居的人，反而喜欢古城热闹里的一隅宁静。他们可能在酒吧街后面的幽静小巷租一间带院子的木屋，开一家不追求暴利的小咖啡店或手工艺铺子，生意好坏无所谓，只图个心安理得，能养活自己就行。每天推开店门，看着阳光洒进院子里的三角梅，泡一杯自己喜欢的茶，翻开一本书，时间就在书香、茶香和花香中慢慢溜走。如果有客人来了，就和他聊聊天，客人走了，就继续发自己的呆。这样的生活，不就是无数都市白领在格子间里幻想过千百遍的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丽江开店，但即便普通打工族，也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躺平角落。比如很多人选择当客栈义工，也就是在旅店帮工换取食宿，空闲时间自由活动，这样既省下开销，又能深度体验丽江生活。一些年轻人原本只计划待1周，结果一做义工就赖着不走了，因为发现每天打扫一下客房，接待几个游人，剩下大把时间可以四处走走看看，生活压力极低，非常惬意。丽江人见惯了这种外来躺平青年，也不排斥。有的本地老板甚至乐于和义工们把酒言欢，听他们分享各地见闻。丽江氛围里那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累了就在这些的自由感，无时无刻不再感染着每一个旅人。丽江的消费水平在热门旅游城市里算比较低的，吃的方面如果不去专宰游客的店，其实很多平价餐馆颇为良心。譬如一碗丽江腔骨稀豆粉，一种当地豆汤配饵块的特色小吃，只要7、8元，配上香酥的粑粑面饼，就是一顿简单早餐。街头随处可见5元一份的炸洋芋、油炸马铃薯拌辣酱，2元一串的鲜花饼，味道好又不贵，水果更是便宜。夏秋季各种浆果桃李成筐卖，随便挑上一袋，花不了几块钱。住的方面，如果不要求住景区正中心，其实丽江周边大量民宿、客栈长租都很划算。一间带独立卫浴的小雅间，月租可能600到800，如果合租整套带厨房的小院子，人均也就500左右1月。想象一下，在丽江古城外1公里的清溪村租一套小院，白天可以自己买菜做饭，傍晚散步进古城喝杯饮料，看人来人往，入夜后回到静谧的小院仰望星空。偶尔有远处传来阵阵歌声，这种场景也许正是很多人向往的半隐居生活，既不完全离群所居，也不卷入繁华喧嚣，有人间烟火陪伴，但也保留自我的一片净土。丽江的自然环境更让人流连，玉龙雪山耸立在城北，每当天气晴好，站在城中即可远眺皑皑雪峰，令人心生敬畏。周末搭车半小时就能到达雪山脚下的草甸，或者一路向西北徒步，穿越虎跳峡去感受长江第一湾的壮阔。对喜欢亲近自然的人来说，丽江周边几乎是户外运动的天堂，高山、森林、湖泊、峡谷一应俱全，每一处都能让人忘却尘嚣。在这里躺平，并不意味着一直躺在床上无所事事，
而是选择自己想要的节奏过生活。你可以今天睡到自然醒，明天又兴致来了，起个大早去山里看日出。你可以某段时间懒散的晒太阳发呆，下一刻又决定骑车去远方村落转转。丽江给予人的恰恰是这种对时间的支配权。当别人被闹钟和通勤挤压得压抑不堪时，你在这里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度过每一天。这种自由，哪怕伴随着收入降低、物质条件简朴，但对许多人来说，却有着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价值。